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Kate An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首先呢，在我们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哦，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有关的，所以只要是跟人际关系、亲密关系，或者是职场关系，或者是精神疾病这方面的，我们都会谈论哦。那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我们的标题有没有吓到你了？今天我们就来谈谈4种负面的沟通方式呢，其实是在研究当中发现容易导致离婚的4大指标。这个的部分呢，其实是John Gottman， 他是一个伴侣跟家庭婚姻咨商治疗师，他在70年代跟80年代他做了非常研究。那他其实呢，在研究过程当中，他就近距离的去观察那些已婚的夫妻呢，他们之间的互动，然后他去记录下来他们所有的互动当中有哪一些沟通模式，那再叫他们分门别类，然后最后呢，用一个追踪研究的方式去看哪一些夫妻他们最后导致离婚了，那哪一些夫妻呢，他们最后还是在一起的。那它归类出来4项，它称为末日4骑士，那是在圣经里面的一个说辞，那就是Four Horsemen of Apocalypse。那它其实呢，就是在指说这4种沟通方式呢，都是非常有杀伤力的。那如果我们持续在一段关系里头呢，用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方式的时候呢，就会很容易会导致情感不和啊，或者是关系非常的有距离感啊，甚至离婚，或者是以分手的方式收场。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部分吧。那当然我们最后也会跟大家讨论一下，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负面的沟通方式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改善，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关系更加和睦。那首先呢，在他的研究当中呢，他当然也有把伴侣的一些形态呢分成2种，一种是 master level， 一种是 disaster level。那 master level 的话呢，就是指说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呢，这一段伴侣呢，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会用这样子的负面的沟通方式来跟对方说话，但是呢，其实他们还是会有一个修复的功能，也就是说，他最后可能会和好，或者是最后会用其他比较正面的方式来修复，又或者是说，他们不会待在这样子一个很负面的一个状态太久。那 disaster level 的话呢，就是相反，他们通常都是一直用比较负面的方式沟通，然后又不知道怎么样和好，到最后可能就是一个假装没事发生，然后就是当作就是这样子，然后也不去做一个修复的动作，例如说我们再回头来检视我们当初做了什么，以后或者是跟对方道歉，如果自己伤了对方，或者是说一些伤人的话，没有这样子一个修复动作，然后就这样持续的在一起，其实这样就会不断一次一次的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累积那些伤痕，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就比较容易导致感情不和，或者是最后彼此都有一种很强烈的距离感，那甚至最后就觉得那还是不要在一起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4种，有哪4种负面的沟通方式。那第一种呢，就是 criticism， 就是比较批判型的。那这一种人呢，通常他们沟通的方式就是你总是怎么样，你老是怎么样，非常的指责，然后通常就是充满了责备的一个语气。然后语气当中通常都是用比较极端式的，就是你永远都怎么样，你每一次都迟到，然后你怎么样。那当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沟通的时候，就会把对方就是陷入一种他不想听，然后他会有一种反抗的一种心态。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用那种比较嘲讽的方式，那我们这样子沟通会把对方就是放得比较低的一个地位，就是我好像比你好很多，我都不会这样，只有你才会这样的那一种心态。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沟通方式，但是也是蛮常见的。那我们要如何改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方式呢？那其实呢，这个蛮简单的，就是在英文里我们叫做 I statement， 就是从我开始，从我自己的感受，从我自己所需要的，我想要的，我期待的来去跟对方沟通。例如说，假如说你跟你老公安排要去夏威夷玩1个礼拜，然后呢，你老公他其实安排了4天都要去打高尔夫球，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失望，就是他怎么自己就安排自己的行程，然后你就不知道要干嘛了，那可能会因此而生气。那我们会在这里呢，就会建议用一个软性的开始，也就是说用我自己来做一个开场
我知道你安排了4天要打高尔夫球，我觉得还蛮失望的，因为我以为我们要一起出去玩，我们会有多一点我们自己的时间。那我希望呢，能够让你去玩的同时，我们能够有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可不可以再重新调整我们的行程呢？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都是以我自己来开头。那在 Gottman 的研究里头，他就发现我们跟人家沟通的前3分钟呢，你如何开头就会决定你这一场沟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如果我一开始呢就说你每次都只想到你自己，然后你永远都只会做你想做的事情，都没有想到我，那我们就是在批判，那可想而知，最后就是会吵架。但如果呢，我是告诉对方说，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安排了4天要去打高尔夫球，我还蛮难过的。其实我还蛮希望我们可以多一点时间可以一起玩，但是我也想要支持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调整一下行程？也许对方就会好，那我们可以再来讨论一下。也许就不会这么的防卫，不会这么的生气，然后也不会这么的容易就吵起来了。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就是批判。那第二个呢，就是比较防御性的人，就是 defensiveness。那当然有攻击就会有防御嘛，那就是对方说了什么呢，你就会马上就是说那种又不是我的错又怎么样，然后马上陷入一种要立刻为自己辩护、为自己辩驳，然后觉得好像对方永远都是在说你不对、说你不是，然后很多事情就马上立刻就陷入了一种我们在吵架的一个状态。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凡事呢，都是一种我要防卫我自己，我要为我自己辩护，我要为我自己就是反驳的那种心态的人呢，我们这样子的沟通方式的改善方式呢，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 take responsibility， 也就是说，当对方告诉你说，你就是安排了这些事情，然后你都没有想到我，会让我觉得还蛮失望的。那我们第一个反应其实就是接下来是我确实好像安排比较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忽略掉你的感受了。可能你也会有想要你做的。我们先把自己的行为这个部分负起责任，也就是确实我做的事情可能伤到你了，又或者是确实我所做的决定可能让你失望了，又或者是呢，确实我比较粗心一点，没有想到这么多，那让你觉得不太舒服。我们去把自己的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其实这是对对方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一个动作。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会在跟伴侣咨商过程当中，我蛮常会提的一个部分，就是试着用一个比较中间立场、比较中性的一个立场来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对方的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说辞呢，我们都直觉的觉得他是在攻击我们。也就是说，他如果只是说你今天很晚回家，其实这只是一个事实，你今天就是比较晚回家，但是呢，你可能就会觉得说，我老婆又来骂我，或是他又在嫌弃我，他又在念了，然后你就说，不是啊，因为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真的很难就是拒绝他，所以我才会这样子。而我们可能需要先静下来，是不是他说的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那如果我们试着把自己跳脱出来这个角色，然后试着去想说，如果他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人，他只是另外一个朋友这样跟我说，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有时候可能这些话其实真的只是比较中性，不是来攻击我的。那我们就比较能够用比较平静的一个心态来去面对。第3个呢，就是 contempt， 就是比较鄙视、藐视的那一种沟通方式。那在 John Gottman 他的研究里头当中，他就发现这个是最容易导致离婚的一个沟通方式。那什么叫做 contempt 呢？就是不断的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高，然后把对方用一种很鄙视的方式来跟他们对话，然后把对方的位置放得很低，然后对方觉得说你永远都是错的，你永远都是不对的，你永远都是不好的，你就是不怎么样，然后用很藐视的方式来去描述或者是阐述对方的一些行为或决定，那会让对方觉得我很笨，我就是不够好，我怎么做都是错的。那我们不断的这样子的嫌弃啊、藐视的一个方式的时候，就会让对方觉得自己很糟糕。那其实这就很容易造成一个情感上面一个很大的距离。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善这样子一个负面的沟通方式呢？在 John Gottman 它里面他就有提到2种。第一个呢，就是练习感激、感恩对方，任何一个小小的事情都值得你的感谢。
那我们从小的部分去看对方有什么好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做伴侣咨商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去看到，那你一开始当初你爱上这个人是什么原因呢？你是为了什么原因决定要跟这个人在一起的？你总是有欣赏对方一些好的地方，我们重新去看见那些好的地方，然后去珍惜，然后去感谢对方，他保有这些很好的特质，是欣赏的，是值得我们喜欢的。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不断去看见他有他好的地方，任何一些小小举动都值得我们感谢，值得我们去看见。那这会让我们逐渐慢慢的去改观，对对方可能有这样子鄙视的那种心态会慢慢的改变。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去练习表达你自己真正的一个情感跟需要。因为很多时候呢，例如说好了，你的另外一半呢跟同事出去喝酒聊天吃饭之类，然后回来晚了，那你其实蛮担心的，然后你就找不到人，又或者是觉得怎么会这么晚了还没有到家，那你会很担心。然后他一回来之后，你就马上开始噼里啪啦在吼他。那其实你真正想要表达的是，嘿，我很希望你能够早一点回来，又或者是我希望你能够让我知道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或者是说你会比较晚回来的话，可以提前让我知道，不然的话我还蛮担心你的。你一个人在外面，我也不晓得你会不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会希望你能够让我知道。其实你想要散发的一个讯息是，嘿，我想要跟你更靠近，嘿，其实我想要多一点时间跟你相处，其实我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关系。可是因为太生气了，所以你表达出来就是一种不断的在刺对方的那种方式。所以试着，当你下次又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对对方说话的时候，试着回来检视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试着用那样子的心态来去跟对方表达。第四个呢，就是 stone wall 筑高墙，就是把自己就是用一个很高的那种墙隔起来的那种感觉。那你们应该就可以想象，那这样子的人其实就是很冷漠，很没有情感的交流，然后就是很难去突破他的心防，又或者是很难去跟他有一些更深层的连接的那种沟通方式。那就是当对方试着想要跟你讲话的时候呢，你就整个人就是shut down， 就是完全不说话不理，然后也不回应，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那这其实呢会让另外一半非常的挫折，非常的难受。所以呢，在关系里头呢，如果你发现自己一旦关系变得紧张之后，你就会整个人就是停住了，就不说话，然后不回应，然后不反应的话呢，那可能就是你其实已经进入了一种 fire, flight or freeze 的那种就是紧张的状态。那你会让你自己变成好像很想要逃跑，或者是整个人就是完全没有反应了，整个所有的情感就是关起来的状态。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模式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善呢？基本上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就是警觉的一个状态，就是 fire, fight, freeze。那我们会比较建议的呢，就是试着找出一个能够让你身体缓和下来、情绪调节的一个方式。例如说呢，可能就是让你自己练习的深呼吸。当你去发现说，我现在是完全就是没有办法说，我已经气到说不出话，然后我不想理这个人，我只想要赶快跑走。当你有发现这样自己有这些身体的一些警讯的时候呢，就试着去提醒自己，好，我可能需要先冷静一下，跟你的对方说，我可能要先冷静一下，我到隔壁房间，我自己先静一静，然后自己去练习一下深呼吸，慢慢的去深呼吸，让自己的身体调节，然后让自己的情绪能够平和下来，之后再来跟对方说话。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去表达我们的需要，然后跟对方沟通。在很多伴侣的关系里头呢，常常就会有这样子的一半，就是会吵架吵到一半就是跑走，然后就不见了，找不到人了。那其实被留下的这一方就是有一种无助恐惧感。那如果你是一个需要时间冷静下来的人呢，你可以跟你的另外一半沟通，我是需要一段时间静静的。那我现在很生气，我没有办法跟你说，那我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让我自己冷静一下，我们可不可以明天再来谈？又或者是我现在需要冷静一下，我们可不可以晚一点再来谈？可能3个小时之后好不好？先让我自己冷静一下，我想要先出去走一走，等我冷静一点之后，我们再回来再讨论这件事情。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有2个很重要的部分。
一个是你跟对方沟通，你有一个连接是，对，我承认我有这样子的情绪，我也知道我们现在关系里头有这样子一个很紧张的一个部分，但是我没有要逃跑，我只是需要一段空间。第二，你去承诺我会回来，我会回来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会提供一个很大的安全感，因为对方如果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然后就只是在那边等，其实是一个非常折磨的事情。所以如果让对方知道说，我不会不理不睬，只是我需要一段时间冷静，我过一段时间会回来，我们再来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方就同时间的会觉得好，没关系，那我给你一段时间，虽然我不喜欢，但是我知道我们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来谈这件事情，也许会好一点。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谈4种负面的沟通方式。那其实呢，在他的研究过程当中，我们一开始有提到了，很多人其实多多少少都会用这样子一些负面的沟通方式，因为我们生气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口不择言，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也是能够理解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试着去改善，让我们的关系每一天都能够更进步、更美好。希望你对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觉得对你有帮助，那如果有的话呢，麻烦帮我们按赞或者是留言跟分享出去给你身边的朋友，不要忘记了帮我们按下订阅还有小铃铛，我们下一次见咯，拜拜。